各位朋友好，刚才我在网上有朋友提到了，就是说当前中国目前的局势，中国的目前的处境到底是怎么样？那我今天的话，既然提到这个问题，我就干脆直接的、详细的给大家简单的概览的一下，告诉大家现在目前处在什么样的一个处境。第一个，大家应该很清楚的认识到，目前的话，从习猪头上台没多久以后，随着我最早的时候，我印象中那个时候叫什么高通集团被罚了2亿，说所谓的垄断企业的时候，我就发现信号苗头不对。那接下来就是时间太多了，我们不讲，我们现在讲现在有多少的中国企业从中国的撤走的企业到底有多少？你念到舌头都会打卷，基本上中国企业没有任何希望了，基本上失业早就已经是铁定的了。大家有空的话去广东那一带、东莞那一带，门可罗雀，原来有多少的人啊？现在基本上关门的关门，工厂倒的倒，基本上死光光的。我现在简单的念几家企业给大家听一下啊。目前的话有最少三星、英特尔是吧 ？LG 那个诺基亚这些东西工厂通通都关掉了，包括大家吃的好像是肯德基还是麦当劳基本上现在都是中国接管的，都变成什么金拱门之类的，那都撤了，该撤都撤了。日本的很多企业，包括中国的大陆的企业，通通都撤走了，基本上都撤走了。中国的话，大家不要说那个现在目前就业形势，不要再思考这问题了，都撤光了。那么这是一个方面的问题哈，我们在讲自己就看这个企业，基本上大一点的企业，有点影响力的企业，现在全部撤光了。现在中国就是一地鸡毛，就这么简单。那好，我再谈第二个话题，就是说这些企业撤走了，还会不会回来？这是第二个问题。我可以实话告诉你，在中国政治没有变革之前，回来的概率基本上为0，因为很简单的问题，中国现在目前的话，这个社会矛盾这么尖锐，然后的话，如果政治没改革，你还是回到这个中国，动不动的话就是在集权专制之下，就是做企业，它没有规则，没有法律，一切都是人治的环境，动不动的话随便想要怎么样处罚你就怎么处罚你，对不对？然后物价又上涨，什么成本都上涨，共产党动不动就机器就印钱，然后冲出去都很多人都白努力了，一辆车现在物流的话拉了辛辛苦苦的赚了钱，你连那个过路费的一半都不到，基本上都被坑完了，知道吗？所以中国政治不改革，是企业回来它根本就不可能的。当时进来是因为大量的资金进来，那时候的改革开放是因为抱有希望，以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好了，政治就会跟着一起来改革，因为人家希望随着你资讯越多，文化越多元化，然后这个国家就会改变。但是现在根本没有希望，所以你哪怕中国再怎么装，中国的政府再怎么装，那些资本家你洗中国人那个小粉红，他自小洗到大，他是傻子，那你说啥骗啥，他相信啥，而且还在大叫强悍了我的国。但是外国人不一样啊，外国人是做生意的，他看到你这就不对劲了。他独裁国家当时只是为了赚钱嘛，因为中国人的话，你都知道，中国人工作每天10多个小时，很多10个小时，甚至周六周日都不安排休息的，都是没日没夜的干。虽然很多包括正规一点企业说8点，然后他其实会想办法拖，因为他这个是一个双赢的局面。第一个，企业家他这样做，他就可以榨取国人的这个剩余价值。另外一个的话，中国的政府就是中国共产党，他不希望中国人有业余的时间更多来思考来学习，因为人变聪明了就不搞专制就搞不下去了，所以这个当时的话是这么一种状态，所以留在中国。但是现在目前整个环境都不对了，现在企业都撤光了，从打贸易战开始到现在的话，基本上其实几年前就在撤了，早就在撤了。那企业什么时候再回来？答案的话就是在中国政局稳定以后，也许中国民主的那一天。但是现在中国啥时候是民主，是一个遥遥无期的东西。因为首先的话，目前中国还要经历一个东西，就是贫穷的话，老百姓活不下去了，就开始民变或者军变或者之类的。
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而且是很动荡的一段时间，所以在中国大陆的话，基本上看不到什么希望。那另外一点，我看到那个很多人也在问这个叫蔡霞是中央党校的哈，我昨天在视频里讲，但是没有讲得很清楚，他的内部讲话流出来说，现在必须要换掉什么习近平啊，否则就亡党啊，是吧？也没有什么未来啊。其实大家首先要弄清楚，他蔡霞作为中央党校，他的自己身份或者他在这谈话的时候，他是希望的维持像那个邓小平那个时代，或者说江泽民或者类似这样一路过来的哈，胡锦涛这样的时代，就是说他的身份是放在就是他是割韭菜，他拿镰刀斧头的人的身份，他希望的就是说让老百姓安居乐业，知道吗？在笼子里面大家过得很舒服，然后的话大家都有碗饭吃，然后就是等着被割，他赚大头，老百姓刚好关在里面，然后有点饭吃啊，能够买得起一个房子啦，日子有个电视机啦，有个什么开辆车啦，类似这个物质上让满足你，他希望的是维持这个现状，你别把这个企业都吓跑了，都折腾了，那大家就割韭菜的机会都没有了，而且接下去那些被关在笼子里面的中国人的话，日子再也不安稳了，他会出来闹事，所以他希望的是维持原来的那种岁月静好割韭菜的状态，这才是他真实的目的。所以不要讲，他从来没有讲到过中国变革或者制度上开始走向民主，没有讲这个变革，所以大家想都不要想啊，想都不要想。然后我再看看我就顺便就解答一下这网友的一直理解不了的一些困在大脑里面的东西。然后资金回流的，然后另外一个，中国没有任何的技术含量。中国人以前的话所做的东西，其实也就简单一点，就是出卖劳动力就是了。人家的工厂，你的核心技术，你打开一部手机，你的芯片、你的主板、你的摄像头，没有一个核心技术是中国人制造发明的，因为全部核心技术都是别人的，中国只是出卖这个劳动力。然后另外一个有的，比如说当老板，他其实也是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来生产产品，然后他从中赚到钱，也就转手，最终然后卖到全世界去。其实还是拼装工，中国人的角色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拼装工。为什么？因为不是说中国人不够聪明，而是中国人没有机会让你聪明，他也不希望你聪明，他让你耗尽你所有的精力，就是为了一日三餐，因为他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而在教育体系里面，他所执行的是这种奴化的教育，让你考试。其实中国目前的考试跟原来的儒家的这个科举考试是一模一样的，他让你背，让你的大脑僵化掉，就是在你的成长过程中，让你很早就已经放弃了这个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中国人的话，大部分人的话，不是说他不够聪明，而是说他在最有创造力的时代已经被训练成一个未思考，只会唯唯诺诺遵循一些教条的一个人啊。这个所以说中国人发明创造跟中国无缘。这个所有的开始外国人已经不再看好，已经要都放弃中国的时候，那么这些东西它就没有必要再转到中国来生产了，因为其他的国家还会替代。那目前的话，中国真正走入捷径的时候呢，现在还不是现在正在这样斜坡式的这样往下甩，它不是直接这样就是说在技术或者工厂的转移方面的话，逐步这样往下撤往下跑，但是还不是一下子全部断掉。为什么？因为现在目前撤走到东南亚的这些国家，包括印度啊这些国家，它接手它需要一个过程，它需要时间，它需要熟练的工人，然后整个产业链移过去，本身过程的话它一下子还无法替代，但是人类还是要使用日用品，所以在中国还有机会，就是说但是它是逐步还是以撤的方法，然后目前保留下来的就是说急用的暂时还无法替代，还在国内生产，但是慢慢的话就是大的趋势就往外撤。所以中国的未来只有变革了才有希望，否则没有任何希望。这就是我给大家的给朋友这个今天提到这个问题的答复啊。那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在我的这个频道底下留言啊，然后
我会抽出时间来解答一些朋友的一些疑惑，或者说有更好的意见，我也会学习啊。这期的视频先讲到这，谢谢大家。